一对死囚被送来参加试炼，捕快看到囚犯中的女人姿色不错，便以检查为名开始占便宜，甚至还明目张胆地伸进了衣服里。这一幕都被前面的大块头看在眼里。看什么？捕快还想教训下眼前的大块头，结果下一秒就被大块头当场活活掐爆了脑袋。前面的同伴看到后，立马拔刀过来帮忙，可转瞬间就被死囚一拥而上撕碎了身体。这些死囚被送来和周围的武林人士参加江湖上闻名的五毒试炼，凡是通过五关试炼的人就可获得黄金1000两。可这实则只不过是富人的一场游戏，五关分别代表了对5种人性的考验。不过今年却来了一个变量26号无名，如此身手，又怎会是无名之人？连阁下姓名都不知道，那我们岂不是贻笑大方了？等过了这5关再说吧。过不去，在下也只是一具无名的尸体罢了。众人的第一关便是迷宫挑战，需在1个时辰内走出迷宫，而这关考验的就是人性的贪念。迷宫中出现的财宝将众人吸引，但就当大家为此疯狂的时候，隐藏在暗处的机关却已蠢蠢欲动。一个受人敬仰的大侠宁远，一个满嘴慈悲的和尚，可这俩人却是一肚子坏水，看见危险却并未提醒正在搜刮财宝的几人。直到机关启动，房间中的人全被乱箭射死，和尚这才露出本性。这试炼当真歹毒啊！大块头这边碰到个藏满黄金的石窟，男人正从石窟中掏着金条，下一秒就被毒蛇缠住了手，众人纷纷避之不及。这时那个之前被占便宜的女人在远处悠闲地盘起长发，看着男人在地上口吐白沫，她反而淡定地走进房间。男人身上的毒蛇被她拿了起来，而女人不仅没事，反而将毒蛇收为己用。无名这边也发现了异常，他看到地板上的石砖下沉了一下，意识到情况不对，无名走出了房间，转身看见后面的几人还全然不知，他还是动了恻隐之心。别拿了，再拿就塌了。可他的话又怎么比得上金砖的魅力？最终黄金塔还是他。就当几人想要出来时，却发生了可怕的一幕。此时山庄中的几位贵宾正在全程注视着关卡中的情况，他们正是这场游戏的发起者。通过第一关的选手见到关卡如此凶险，便想退出，可男人刚走出一步，转眼间就被射成了马蜂窝。因为试炼一旦开启，所有人便不能退出。众人来到破庙暂时休整，和尚见到菩萨就拜，可他却不是求菩萨保佑。杀人手不抖，拜佛脸不红。大和尚，那李菩萨自身都难保，你还求他保佑你？洒家乃佛门弟子，不用求菩萨保佑。那你这是做啥子？嘿嘿嘿，洒家只求菩萨不要保佑你们就好了。这时两个主持人拿来了食物和金疮药，不过托盘中的东西并不免费，好在第一关中还是有不少人拿到了黄金。然而寺庙中的参赛者却是各怀鬼胎，现有人换了馒头，和尚上去就要空手套白狼。阿弥陀佛，洒家来化顿斋饭。滚！和尚悄悄跟了过去，一看就是没憋好屁。大块头用10两黄金换了2个馒头，他好意分给喜欢的独女，不过对方却没领情，因为他已经盯上了拿着熏鸡的男人。哥哥，分我一点嘛，这啥子都可以噻。不料这货竟为了鸡腿不要美女，不过没走2步，他就倒在了地上，口吐白沫。独女拿了烧鸡分给大块头，而刚刚第一个换了金疮药的人却被大侠宁远盯上了。我来助你，多谢您大侠。表面上名门正派的大弟子，私下里却做着杀人夺药的勾当，而且转头就装起了好人。这五毒试炼并非单打独斗能够通关的，内讧相争只会平天收啊。他拿出抢来的药，无偿奉献给受伤的人，立即获得了不少人的追捧。殊不知他正憋着更大的坏水。第2关名为恶蟹之关，所有人都需蒙住双眼，并在机关中的水流尽之前到达石桥的对面。众人没想到的是，宁远竟然主动为大家探路，而就在他率先到达对面后，却突然发出了暗号。挑战者中立即有人回应，和尚率先开始攻击身边的人，随着有人在向身边的参赛者出手，众人瞬间乱作一团，开始了无差别攻击。而这样的场面，正是宁远昨日无偿送药收买人心的阴谋。大家不要恐慌，不是想让我们自相残杀。最新网剧补装版由于游戏正式上线，凡是通过5关挑战的选手便可获得黄金1000两。经历过第1关的贪念，挑战者们来到了第2关的恶蟹之关。众人被蒙住双眼，并在机关中的水耗尽之前到达石桥的对面。狭窄的桥面上，众人无差别地攻击着身边的人，桥上顿时陷入一片混乱。而这一切正好中了宁远的奸计。大家不要恐慌，不是想让我们自相残杀。富人们在山崖上的凉亭全程看着下面的表演，纷纷为自己看好的选手下注。和尚的暗器正好打中独女的腿，就在掉下去的瞬间，大块头及时反应过来将他抓住。不过和尚却不打算罢休，就在大块头准备拉起独女的时候，和尚再次出手。好在乔宇及时还击，打断了和尚的进攻，大块头这才有机会救下独女。是谁在胡乱杀人？参赛者违规摘下眼罩，可下一秒，不等参赛者反应，立即就被上面的弓箭手给乱箭射死在了桥上。这一切都被无名看在眼里。
他蒙上双眼，几个闪身接连躲过了攻击。无名快速冲到了桥的中间，不想死的都趴下！无辜的选手都选择了照做，而此时还站着的，无疑都是被宁远蛊惑的人。最后的两人看无名如此厉害，转身就想逃跑。宁远毫不犹豫地将两人灭了口。此刻机关中的倒计时也已经结束，随着石棺开启，无数的毒蝎从石棺涌出，他们顺着桥面爬向挑战者，后面的人接连发出惨叫，转眼间就被毒蝎着死。其他人听到动静赶忙开始过桥，可后面的人还是接连倒下，密密麻麻的毒蝎快速向着桥上的选手移动，但是宁远却挡在了桥头。无名及时出手拖住了他，两大高手在桥上你来我往，参赛者们则乘机到达了对面。宁远没想到对方实力如此强横，自己竟落入下风。没几个回合他就被打到了桥下，好在无名却并未下杀手。此时剩下的选手都已到达对面，可大家都伤痕累累，心有余悸。恭喜各位成功闯过恶蝎之关。咱们九死一生，这些鸟儿却拿咱们性命赌钱。你们看，这小和尚他急了，洒家忍不了了。一旁的胖子气愤地向着妇人们扔出砍刀，可转眼就被射成了刺猬。和尚见此，立马换了副嘴脸。阿弥陀佛，洒家险些又犯了嗔戒。众人回到破庙休整，此时大块头正在上药，由于身后的伤自己够不到，和尚见状又来搞事，还要给大块头拔个火罐。毒女把玩着手中的毒蛇走了过来，和尚这才赶紧躲开，而毒女也被这个从不说话的大块头感动，主动帮他上起了金疮药。另一边的风一阳和乔宇经过两关的相处，也逐渐和无名熟络起来。乔宇非常好奇，为什么无名不杀宁远？我答应过一个人，不再杀人。很快就迎来了第三关挑战，这关名为幻禅之关。诸位需在1个时辰内穿过密室，此关中并无飞矢暗箭，亦无毒蛇猛兽。这次风一阳为了感谢无名前2关的救命之恩，主动帮大哥探路，而这关考验的则是大家的痴念。此关也是对无名挑战最大的关卡。爹，因为他心中的执念就是他死去的女儿。爹，青儿，青儿。乔宇这边的幻境碰到的是一只巨熊。他的父亲本是塞外有名的暗器大师，却在深山中遇到了名为熊癫的巨兽，结果父亲被巨兽所伤，命不久矣，所以他才来参加试炼，想花重金聘请名医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幻境中的熊癫其实是无名。而无名眼中的女儿则是乔宇。看着熊癫越来越近，乔宇拔出短刀刺了过去，无名却身陷幻境，毫无防备。幸好乔宇最终还是克服了对熊癫的恐惧，清醒过来。其实这关就是要让参赛者在幻境中自相残杀，各自对抗心中的执念。大块头这边被心爱的毒女唤醒意识，和尚则彻底入了魔道。宁远靠着杀戮也逐渐恢复神智。最终几人都在最后关头冲出了密室，而还没逃出去的选手都被放出的毒气熏死在了密室中。恭喜3位逃出升天。这昔日杀人不眨眼的凌云剑凌云，销声匿迹也快10年了吧？现在突然重出江湖，隐姓埋名参加我们这5毒试炼，想必不仅仅是为了这千两黄金。补装版由于游戏迎来最后大结局，选手们不仅要面对毒虫的挑战，同时也将面临最大的信任危机。无名等人刚刚通过幻禅之关，不料主持人竟查出了无名的真实身份。这昔日杀人不眨眼的凌云剑凌云，销声匿迹也快10年了吧？现在突然重出江湖，想必不仅仅是为了这千两黄金吧？他们甚至为了问出凌云的目的，还用出了美人计。林大侠伤得不轻啊，要不要来我们房间，让小女子帮您治疗一下？而且无论凌云有任何需求，他们都会全力配合。但凌云却对这俩姐妹花并不感兴趣。短暂的休整后，众人迎来了试炼的第4关，名为傲无之关。这关需要5人结盟后套上铁链组队，最先到达终点的队伍为胜出者。然而大家没想到的是，宁远这次反倒选择了和凌云一组，剩下选手各自分为了2队，迅速向着台阶上终点出发。面对石阶上滚下的铁球，对于闯到第4关的选手们自然不在话下。和尚将铁球打向凌云的队伍，以此来拖延对方的速度。受到队友的影响，凌云也被铁链拉了下来。虽然大家并无大碍，但也落后了不少。可是领先的和尚却只顾着自己，为了躲避铁球，差点害了同组的无名。好在大块头及时出手，还躲过了危险。和尚反被大块头拉了下来，这也给了凌云他们追上的机会。眼看临近终点，2支队伍也开始互相厮杀。宁远一脚踹飞毒女，大块头一只手将他扶住，拿着手中的武器就砸了过去。铁矛扎入对方的身体，大块头将人直接甩了出去。宁远立即斩断了铁链，继续向上跑去。此
此时顶楼中的权贵为了让台下的游戏更加刺激，纷纷拿出黄金给选手们增加难度。忽然射来的暗器让大家一时猝不及防，反应慢的直接被钉死在了柱子上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组队员间的攻法也越发激烈，而且能够一路闯到这关的选手全都不是泛泛之辈。这个手拿长刀的男子竟能和凌云打得一时不分上下。第4关的设计者乃是当朝的大学士，此人更是恶毒至极，故意在临近终点的地方放了一坛子的毒物。宁远看到后直接用剑挑起，将蜈蚣全都撒向后面的众人。卢女见状，赶忙用自己百毒不侵的身体护住大块头。漫天的蜈蚣让人防不胜防，而且随着地上的蜈蚣也在逐渐增多，很快就有人不慎中招。刚刚还和凌云打斗的男子，转眼间就掉下了台阶，被蜈蚣毒死在了试炼中。虽然和尚追上了宁远，可他却不是对手。宁远转身一脚将和尚踹退数米，情急之下，他用毒女挡住了致命一击。随后借此打掉了宁远的宝剑。眼看和尚就要到达终点，凌云一个飞身给了和尚一记重击。等他反应过来，长枪已经近在咫尺，毒女最终躺在心爱之人的怀里断了气。大块头一时悲痛不已，而和尚看凌云没有立即出手，赶紧开始了求饶：杀不得，杀不得！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切勿妄尊杀孽呀！凌云看着大块头和毒女这对苦命鸳鸯，让他想起了女儿惨死的场景。但就在他走神的功夫，和尚的眼中却露出了杀机。大哥！危急时刻，风一阳帮凌云挡住了偷袭。然而就在和尚得意的时候，反被身后的铁链拉了回去。虽然大块头的蛮力大炫耀后，但终究不是和尚的对手。他拼尽最后的力气抓住和尚的脚，一只蜈蚣顺着手臂爬到了和尚的脚上。没走2步，和尚也没逃过毒发身亡的命运。此时主持人宣布了本关的试炼结束。尽管凌云和乔宇过了关，可是风一阳的死却让两人伤心不已。有时害死你的人不是你的敌人，有可能是你的队友。宁远的话无疑让乔宇对凌云产生了芥蒂。凌云擦拭着风一阳尸体上的血迹，同时也告诉了乔宇他来此的目的。原来他和妻女本来过着隐居的生活，可是因为之前的江湖杀戮，还是被仇家找上了门。虽然他将刺客全部斩杀，但女儿还是因此丧命。他答应妻子从此不再杀人，而妻子决定去外面治病救人，来减轻他的罪孽。没想到却死在了试炼山庄之中。26号凌云的来意，我们打探清楚了。他因何而来啊？为您。就在1年前的五毒试炼中，凌云的妻子在山庄负责给胜出者疗伤，胜出者得到了奖金，可却想要打听试炼背后那5个权贵的信息，结果反倒被庄主暗算。上一届的胜出者就这样死在了房间中。庄主打开屏风后，发现刚刚的事都被凌云的妻子给撞见，庄主毫不犹豫地将他灭了口。现在庄主得知凌云是来复仇的，于是便想利用最后一关除掉隐患。正当乔宇在河中洗澡时，庄主的2个侍女却突然找了过来。你需要赢得试炼才能救下父亲，不是吗？靠别人我是赢不了的，尤其是不要靠男人，女人的命更要靠自己。别说了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乔宇，你才是这场试炼的胜负手。况且能治好令尊的药可不便宜呀，你不需要多一个人来帮你分钱吧？别说了，五毒试炼不是你来交朋友的地方，你父亲的命和别人的命，你知道如何去？别说了！试炼的最后一关，无疑将是对人性的最后考验。这关名为以眼之关，挑战者中谁先将精灵放入林中的补塔，谁就是五毒试炼最后的胜出者。宁远借着迷雾率先隐藏在了竹林中，他不断的来回变换位置，先吸引2人分开了一段距离，接着又利用陷阱偷袭乔宇，以此来拖延时间。面对迷雾中射来的暗器，虽然乔宇都巧妙的躲过了攻击，但这也让他一时应接不暇。而宁远主要的目标则是最大的威胁凌云。宁远突然从身后杀出，然而凌云却早有防备，宁远的攻击都被凌云一一化解，最后更是来了一招神龙摆尾，连他的发簪也被打飞钉在了树上。这五毒试炼不过是贵人们的游戏。凌云说出了试炼的本质，可宁远却早已看透，因为他甘愿做有权人的妻子，也不愿做无权无势的普通人。快！宁远没想到乔宇竟然没有出卖凌云，自己反被乔宇一刀结束了性命。然而就当凌云以为试炼结束的时候，乔宇看到毫无防备的凌云，手中却偷偷拿出了暗器。乔宇成为了五毒试炼的最后胜出者。尽管整个试炼死了这么多人，但权贵们也只是当做一个乐子，没有丝毫的同情之心。乔宇来到山庄领取奖金，庄主反而耍起了无赖，明目张胆的想要私吞黄金，而且平日里2个娇滴滴的主持人居然武功不弱，乔宇没2下就被一脚踹飞。这时一道身影及时接住了乔宇，来人正是明明已经死了的凌云。原来当时乔宇的飞镖已被折断了镖头。庄主被吓得2腿发软，直接倒在了地上，而凌云也拿回了妻子的遗物。此刻权贵们在船上看到了山庄燃起大火，
虽然惊讶，但也并未太过在意。然而下一秒就发现船底进了水，而且他们还开始各自说出了心里的秘密。谁说我科举舞弊啊？谁说我科举舞弊？老乡，借你的人头报个军功怎么样？船上很快就乱作一团，原来他们喝的酒里早已被放了幻禅，而这些表面上高人一等的权贵，实则私下里更加的丑陋。那些文章都是我自己写的，都没有舞弊。父皇，都是皇兄指使的呀！父皇，请父皇禀见。最终，所有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。